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领。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婴，就在17年前，我被白猫事务所的老板捡到。表面上看，这不过是个平凡无奇的事务所，然而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群妖魔鬼怪。至于我，目前实际是事务所的唯一人类。由于是被事务所的怪物们养育成人，因此即便身为人类，我的思想和三观却更倾向于怪物的视角。另外，我相比于普通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，那就是我的各方情感都有所缺失。医生说这是先天性的情感缺陷，好像是神经方面出了什么问题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平时日常活动，无非就是磨练演技罢了。真闲啊，请进。办公室的门被打开，随后走进来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。请别多想，您没走错。你是老板？老板今天出差了，您有事可以和我直说，请坐。客人是第一次来？是的。有推荐信吗？还是说您是自己找到这里的？有个人给了我一张名片。原来是兽医介绍的客人。卡尔是公司的核心骨干之一，其本体是个狼人，兽医是他的外号。按理说兽医是很反感人类的才对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何要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一个人族的女性？难不成是和这女的有一腿不成？冒昧的问一下，您的名字是？贝拉。好的，贝拉小姐，请问您有和卡尔直接接触过吗？您有看见过他的长相吗？我见过，满身的白毛，还有绿油油的眼睛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有什么麻烦，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说什么了吗？他还说，你们老板是个钓鱼技术烂到家的废物，10次有9次都是空军。妇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些不明所以的，可听闻这话的萧晓却是忍不住笑了。就这种话，的确很像是出自于兽医之口。既然基本没什么问题，那么我们直接直入主题。您既然是第一次来，那么是否了解我们这里的规矩呢？还是说卡尔有和您说明这边的情况？没有。那好吧，就由我简单说明。贝拉小姐，您是否听说过白猫事务所这一都市传说？听说过。拿到名片的时候，我还去网上查了一下，网上说这里什么都能做到，只要付出相应的酬劳。呵呵，其实没那么夸张。您要是指望我们去帮你统治世界，还是有些难度的。当然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更细节的事情。那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贝拉小姐，本公司诚信经营，致力于解决客人的一切困难，但前提在于客人必须得对本公司的绝对信任和尊重。报酬什么的暂且不提，关键在于客人必须将委托之事的所有有关情报全部坦白，不得隐瞒本公司，不得欺骗本公司。如果做不到这点，我不建议您来寻求本公司的合作。如果隐瞒了会怎么样？会嘎的，除非你有自信骗过我们所有人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领。合同被推到了贝拉面前，贝拉下意识将合同翻开，只看到里面短短的一段文字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委托人可介绍事务所，但不得透露具体交易细节或成员信息，不可造谣欺骗事务所，违反任意条款将面临事务所的严厉处置。在看清合同上的内容以后，萧晓看出了贝拉的犹豫。这其实并不难，我们只是希望客人能够诚实和尊重我们罢了。如果您的目的只是来寻求帮助，那么做到这份合同上的事也并不难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这必须要签吗？是的，贝拉小姐，这是合作的基本。萧晓将笔递了过去，贝拉接过，虽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在合同上面签了字。您真是个爽快人。你也是妖怪吗？您误会了，诚如你所见，我只是个人类而已。那刚才那是合同的问题，而并非我的问题。确实，在事务所里，我的确是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废人而已。当然，如果您对这些事感兴趣，可以时常来我们事务所做客。不了。那我们现在直入主题吧。女士，您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？我希望和我的女儿搞好关系。您和你女儿关系很不好吗？能否说说具体原因？好的，我的女儿并不是我的亲女儿，我的丈夫是卡尔森。就是那个最近离世的著名珠宝店老板卡尔森斯特吗？是的。请节哀。没事。关于您先生的事迹，我曾有幸在新闻上看到过。
听说他不久前与一个美人再婚了，想必那位美丽的女士一定就是您了。今日所见，果真和报纸上说的一模一样。不敢当。所以，由于您是您先生女儿的后妈，所以母女关系并不好，是这种情况吗？是的。像您这种结婚不久却对非亲生孩子格外上心的母亲，现在的确很少见。您知道的，很多女人嫁给有钱人，大多都是图财。我很庆幸能遇到您这种少数派。不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好。难不成您先生的死和您有关？您找上我们，是为了替你处理好事情的后续？不是这样，我还没杀人的胆。这样啊，我想也是，毕竟您不像是会杀人的人。唉，卡尔森的生意股票大多在老爷子，也就是我丈夫父亲手里。可以说，老爷子掌握着家族的90%资源，而老爷子又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我的丈夫，另一个是哈特。只不过老爷子并不喜欢哈特这个儿子。因此，在我丈夫还在的时候，我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只是最近，老爷子的身体渐渐出了毛病，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身边的人都说，他已经准备好了遗嘱，而遗嘱的分配很可能是卡尔森和我女儿拿大头。也就是说，您可能分不到任何东西，是吗？是的，毕竟老爷子很喜欢他的这个孙女。具体的，我大致上已经明白了。所以贝拉女士，您的委托请求就是希望和女儿搞好关系，然后最大程度的分到斯特老爷子的遗产，对吗？是的，要是自己能遇到一个面前少年这种性格的男人就好了。好的，您的委托我们已经受理，不过这种事需要我们事先调查，再寻找突破口。如果可以，请提供您女儿的名字以及在什么单位工作，另外请给我您的电话号码，这样有利于事情的合理安排。好的。贝拉拿出手机说道：我打给你吧。说吧，贝拉小姐，您的委托是？我女儿叫爱丽丝，她在第3中学上学。是高2、3班的女生爱丽丝吗？你认识？岂止是认识，我和她还是同一个班。你还是学生？是的，毕竟事务所可没有老师教我书本知识，大致的过程我们已经了解。如果没什么别的需要，您就先请回吧，等我们电话就好。就这样吗？不用再签个合同或者提前支付押金什么的吗？不用了，贝拉小姐，合同刚才的那份就已经够了。至于押金什么的，这种级别的委托一般不需要。此次委托的具体酬劳我会在委托完成后通知您，但请您放心，由于此委托只是一般的民事委托，所以我们会最大程度的低调处理，争取不将别的东西引入给您添麻烦，并且到时也只会收取少量钱财，而不是拿走您的其他东西。谢谢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现在感谢还太早，等事情解决再谢也不迟。好的。我送你。潇潇把贝拉送出了事务所，随后又如同想起了什么说道：对了，贝拉小姐。只见潇潇从怀里掏出一张，递给了对方。请把这个留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这是1而已。如果您下次再来我们这，又恰巧是晚上，这张可以很好的保护您。谢谢。随后贝拉便离开了事务所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号。贝拉快速离开了老街，随后直接从正门出来。姐啊，回去吧。上车后，贝拉想起了刚到事务所的一幕。当时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只见前台上有一只黑猫，那黑猫当时正在睡觉，爪子下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写道：请不要打扰老娘睡觉，不然锤死你！办事请直接去2楼办公室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只被自己挪开爪子的猫，似乎从头到尾都没有睁开眼睛看过自己。话说，正常的猫会如此放松警惕吗？咋了？你说，森林古墓旁边的那条老街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被拆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哎，我觉得这条街背后有什么势力在保它吧。这样啊。哎姐，你说你去森林古墓给老朋友上坟，那老朋友到底是谁啊？我前男友。他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我乐意找个荒坟给他烧点纸，不行吗？这好吧。贝拉走后，事务所再次陷入安静。这种任务派给谁好呢？像这种级别的民事委托，似乎比较适合事务所的骨干新手，当然前提是有人愿意去接。请。本以为是客人，却未等他说些什么，门便被直接推开了。随后走进来一个浑身白毛的怪物，这便是事务所的唯一狼人兽医了。你这是又喝了多少？大小，能帮我拿瓶可乐吗？
谢谢。你该穿件衣服过来的，这模样被女同事看到像什么话？抱歉啊，下次一定。今天有个叫贝拉的找上门来了，你要看看他的委托是什么吗？贝拉，他好像是我一个朋友的转世，应该有个400-500年了吧？不看，上辈子的恩情跟这辈子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你还发名片？哎呦，不行了，头好疼。兽医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喜欢喝酒，可每次又没个度，因此常常第二天搞得自己浑身难受。要我帮你准备醒酒药吗？才不要，吃了那玩意儿，喝酒的乐趣等于少了一半。所以你是在乐趣中掉河里去了吗？哪有？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吗？我堂堂1000年修行的大妖怪，怎么可能掉河里？所以这次是掉人工湖里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一堆人在拍老子的裸照，所以我才说人类就是一种无聊透顶的生物，搞得好像他们没有那玩意儿似的。当然不包括你。你这是在给大家添堵啊！哎，我联系一下小五，让他把这事盖过去吧。谢谢了。老大，小五，事务所的新人之一，目前只是个实习生，还没转正。本体是只小花妖，他在当地一家很有声望的报社当主编。小五吗？我这有件事需要你帮忙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空。有，绝对有。老大，请说。是这样，今天早上。放心，这事交给我摆平。麻烦了。这样发展下去的话，不出1年我就可以转正了。啊，头好疼了。我其实更建议你去吃点醒酒药。肖小刚要走向冰箱，却只听轰的一声响，办公室的大门被谁给直接轰开了。吵死了！死狗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滚！老子现在没心情和你这死猫吵架。黑猫本名为白，事务所的年轻一辈都管他叫白姐，属于事务所核心骨干的成员之一。是吗？他好像没设防，这力度是不是有些大了？哼，是他活该。下一刻便走出了办公室，打了个哈欠，继续在前台能被太阳照射到的地方睡觉去了。木雨，你过来一趟。不过半分钟，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便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。老大，你找我？把那洞补一下吧。另外，把下面的兽医送回房间，然后来我这一趟。不，伴随着一道白光，那洞被直接补上，然后又去了1楼，把兽医送回他自己的房间。现在木鱼是一名已经转正的下级骨干，和不能接委托的实习生不同，木鱼是可以接事务所的委托的。老大，你找我干啥？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肖小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。老大，你找我干啥？是这样的，我这里有一份很重要的委托，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这事就你去办最合适。真的？那行啊，我这段时间很有空的，您只管交给我便是。木鱼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，直到肖小把贝拉的委托递给他。我突然想起，我明天还有事，得回老家一趟。怎么看不上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主要是我媳妇明天就生了，作为父亲，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出生起就见不到爸爸是不？你媳妇是条翻车鱼，一次生上一枚卵，你跟我说你回去看孩子，推3阻4，总之最后硬是没接。这种级别的委托确实对下面的人没有吸引力。行了，我去做行了吧。阿强，我做了个梦。没错，这人就是那个早上醉酒头疼的狼人。什么梦？我梦见自己被水给打了，而且这梦特真实，现在还有些腰酸背痛。是吗？我记得我好像在一个酒吧喝酒，后来没忍住去一个湖边吐了一阵，当时天上的月亮很圆啊，想不起来了。是你送我回来的吗？不是，你是自己回来的，回来后就被木鱼送回房睡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我得回去了，不然小黑要饿坏了。老板回来后，你替我向他问好。路上小心。再见。我走了，白姐。肖小架起事务所门前的自行车，开着就往自家的方向赶。在回家的途中，骑着自行车的肖小经过了一家宾馆，在那里，他看到了一个熟人。安杰，他怎么在这？安杰是班里众多女生的白马王子，属于全校校草级别的人物，而且很有钱，比贝拉的丈夫家还要有钱。而此时，18岁的安杰正搂着旁边一个大概20几岁的漂亮女人。突破口吗？说不准以后哪天能派得上用场呢。小黑，饿坏了吧？今天有人串门吗？看来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来惹你啊。星期一正常上课，肖小早早的就来到了学校，而他的前面就坐着委托人的女儿爱丽丝。归根结底，之所以上学也是老板的任务而已。用老板的话来说，便是作为人类，你有这个条件而不上学低化，
将来老了是要后悔一辈子的。那我可以下辈子再上啊，实在不行，你给我安一个上过学的人的记忆也可以啊。直到现在，萧晓也不明白老板让自己上学的意义何在。自己又不是混人圈的，何必学正常人？除非老板是想把自己培养成道士，打入某些捉妖师的内部，充当卧底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二班的小花给咱班的安少表白了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安少没看上她，最后给拒了。也是的，毕竟小花长得也就那样了。上课后，此时的他正有意无意地望着坐在前排的安杰背影。看来爱丽丝喜欢安杰，这基本是没跑了。或许贝拉的委托可以直接从他身上入手。第一节课很快结束，安杰走出了教室，他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跟了上去。萧晓悄悄地跟在身后，发现两人一前一后的去了天台。喂，是贝拉吗？我是小小。萧晓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这样的，你的女儿在过去是否有过感情经历？她有谈过恋爱什么的吗？这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吧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你的女儿可能喜欢上了一个不太靠得住的男人，那个男人叫安杰。当然，我不是为了提醒你，那家伙的家里有多有钱。我希望在你女儿回家后，你能劝劝她，让她别离安杰太近。这样吗？可是以我和爱丽丝的关系，我要是去管她的话，她肯定会生气的，那样岂不是适得其反？是的，直白来说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然后呢？后面的步骤到时候我会通知您的。对了，你女儿的生日是在2天半后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喜欢她？您真会说笑，只不过是在班上听女生聊天听到的罢了。这样啊。行，就先这样。好的，麻烦了。再见。挂断了电话，等了2分半后，天台的门被打开了。萧晓连忙蹲下身，装成系鞋带的样子，随后就看到爱丽丝从自己的面前跑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后脚安杰就出来了。安杰想要去上个厕所，所以下来时也没怎么在意系鞋带的萧晓，只是快步离开。真绝情啊！但你也别乱扔垃圾啊！天台招你惹你了？好家伙，这还是一包亲手制作的手工巧克力。妙啊！突然，身后传来走路的声音，萧晓回头，却发现爱丽丝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。谁捡到就是谁的，就算你看着我，我也不可能分给你的。换个学校吧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物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。下午放学后，爱丽丝并没有直接回家，她只是无奈地看向了自己的钱包，随后便走向了银行。萧晓见状，想起自己也需要现金，跟随着爱丽丝的步伐走进了银行。大姐，都 TMD 蹲下抱头，谁敢乱动，老子毙了他！亲爱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许久不见，你们想我了吗？他就是钱猴子，A 城前段时间十分活跃的一级通缉犯，曾组织过多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。看着没人给他鼓掌，反倒是自己给自己鼓起了掌来。猴子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快过来帮忙！老太太，您似乎需要一点我的帮忙。我不。老太太结结巴巴的，连话都说不全。她似乎很害怕钱猴子。放心吧，老人家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看，毫无疑问，这只是把玩具枪而已。但这种玩笑并没有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放松。今天是您的生日吗，女士？我不想死。怎么会呢，小姐？今天是专属于您的节日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个只对钱感兴趣的正常罪犯。您的家人在这里吗？这位女士家人在呢，滚出来！我没有家人，我只有一个人。哦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那您一定很孤独吧？你可以不杀我吗？我今天80，我想安稳的过完这天。当然，女士，我怎么会伤害您呢？我会让你过一个难忘的生日的。你们这帮混蛋，给这位小姐唱生日歌，快点！随后被恐惧支配的人们都开始唱起了生日歌，可是不远处的一个看守人群的同伙却没唱。老子 TM 让你唱歌，你没听到吧？别闹了，猴子，我们还是赶快。谁 TM 跟你闹？你们这群死猪！要不是老子的人不在谁稀罕和你们这种废物合作，你唱不唱？不唱，老子毙了你！而知道钱猴子并不是开玩笑的同伙，最终也只得无奈的选择妥协。随后，钱猴子的同伙也跟着大家唱起生日歌。对，这就对了。
快走吧，女士，警察就快来了。我可不想把您这样的美人牵扯进来。随后便返身回了银行。过了没多久，身后的不远处响起了警笛的声音，警笛声渐渐逼近，但银行大厅的钱猴子却没半点交集，最终将目光定在了爱丽丝身上。咦，我认识你，你家好像很有钱。只见他又从自己的裤子口袋掏出一个手雷，拔了引线，朝着爱丽丝扔去。而就在爱丽丝整个人都因为这一幕吓得瘫软的同时，一个人影突然冲到她的面前，将那手雷迅速捡起，便朝着银行的外面扔。从外面响起，但让所有人都诧异的是，这声爆炸并非手雷，相反是外面的一辆车发生了爆炸。上当了吧，老子中意你，小鬼！回过神的人质纷纷从地上爬起来，然后又如同逃难一般的冲了出去。天黑了，早点回家。喂，从银行出来的肖小一眼就看到了公路左侧的车祸现场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家伙会是1级通缉犯呢。当晚的11点左右，老太太来到自家的破旧土房前，正准备拿钥匙开门。你好，女士。你是在跟我说话？是的，这是您的快递。我的快递。她连忙接过盒子，然后一个劲地说着谢谢。回到屋里后，把快递放在桌上，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，却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豪华蛋糕。蛋糕上只写了一句话：生日快乐，美丽的小姐。突然想起什么的老太太明显愣了一下，她慌忙回头，却已看不到那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身影。他们从小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流浪，6岁时被中年夫妻收养，可惜一场大病改变了家庭，母亲重病花光积蓄，一家4口最终只能变成一家3口前往老家居住。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养父仍将姐弟俩抚养成人。可就在大半年前，养父被查出了不治之症，所有医院只能表示遗憾。就在无意间，弟弟网上查到治愈父亲的帖子，却因要价昂贵，救命的希望变得渺茫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可是爱丽丝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那个安杰真的……那也和你无关不是吗？你不过是个外人罢了。当初我爸瞎了眼才娶了你，就算我爸现在不在，你也少以一副母亲的姿态来管我。我只是怕你受到伤害，不需要你来操心，给我滚出去！早些休息，爱丽丝。唉，这一幕刚好被一位漂亮的短发女仆撞见。小姐，进来吧。我听见什么东西摔碎了，能进来清扫一下吗？你又和贝拉女士吵架了吗？别提那婊子，我烦着呢。可是无论您怎么看贝拉女士，但生气终归是不好的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。随后又在把残破的杯子清理完之后，轻轻地走出房间。回到房间的贝拉心里一阵消极，她讨厌被人指着鼻子怒骂和发脾气，这和她有些自卑和胆小的心理脱不开关系。喂，怎么了弟？姐，爸爸快不行了，巫医说必须用药。怎么可能？不是上周还说有好转的吗？巫医说病情突然恶化，现在急需用药。那就用啊。可是……别废话，赶紧说。可是医院这边准备的钱已经花光了，巫医那家伙你也知道，他只认钱，没钱的话绝对……差多少？20万。20万？我上哪去弄这么多钱？所以姐啊，你得想办法啊，不然咱爸真的就没了。知道了。就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贝拉想到了一个人，她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把电话打了过去。贝拉？是我。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小先生。怎么突然这么正式？是斯特老爷子那边出问题了吗？可我已经让人查过了，斯特老爷子至少还能活2个月。斯特老爷子，也就是爱丽丝的爷爷，斯特家族的当下掌权人。不是他。那是……您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请讲。我手头有点紧张，现在急需。原来是这样，您需要多少？20万，可以吗？当然，请把您的银行账户发给我。好的。贝拉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同时快速编辑短信，将银行账号的信息输入进去。对了，贝拉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您拿20万想干什么，但是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事情，不妨将底子准备的再多一点。当然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没有利息，自然也不存在高利贷陷阱什么的。可以吗？当然了，小姐，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可是本事务所的宗旨，您可以试着大胆一点，毕竟我们也不希望委托途中委托人出什么问题，你说是吧？如果自己只顾当前紧急20万的话，那么下次用药又该去找谁借钱？难不成还是小吗？那200万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贝拉小姐。不过200万就够了吗？不需要再增加一点吗？够了，200万已经很多了。我明白了，不过待会我只能先给您转50万，您知道的，银行一次性不能转太大数目的额度。如果您实在太急，我可以现在给您送纸钞过去。不用麻烦了，50万已经足够让我渡过难关了。好的，请您稍等，
我先挂电话了，贝拉小姐。好的。萧晓挂断了电话后，确定了一下短信里的银行卡信息。收到信息的贝拉松了一口气，同时迅速给巫医的卡里打了钱。没事了姐，巫医刚才给咱爸用药了，咱爸已经没事了。真是的，要不是我抱着他的猫威胁他，他肯定不会这么爽快的。对了姐，钱的事怎么样了？已经处理好了，刚才已经把钱打过去了。是吗？那就好。你要不把钱打过来，估计巫医非得弄死我不可。正说着呢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尖锐嗓音。药已经用了，你天帝还要抱着老子的猫到什么时候？好了姐，那不聊了。说罢便挂断了电话。而在他前脚刚挂，后脚萧晓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您好，女士，请问钱您收到了吗？是的，已经到了。这次真的很感谢你了。没事，能为您解决问题就好。那么剩下的150万我会在明天转给您，请您注意一下短信通知。好的，真的，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您。不用这么客气。那么如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哦，那个，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，贝拉小姐？刚才你是在睡觉吗？是的。先生平时都睡这么早的吗？也不算早吧，毕竟天已经黑了呢。我是个比较枯燥无聊的人，并没有熬夜的兴趣爱好。是这样啊。您还有什么事吗？不，没了，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那晚安。晚安。说完便挂断了对话，而看着手机通话记录的贝拉，则是忍不住甜甜一笑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，在这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，17年后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。真他娘的倒霉！这次这份赃不均呐，让老子损失了那么多。那帮混蛋竟然跟老子玩黑吃黑，还跑到了国外，带走了所有的钱。我不能出国去追杀他们，我还有痴呆的奶奶要照顾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狗儿啊，你看奶奶漂不漂亮啊？当然了，奶奶可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。可是隔壁的老太婆说我一点都不漂亮，我今天和她打电话了，她竟然说我装嫩。怎么可能？奶奶可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小姑娘呢。奶奶，明天中午我可能不回来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你委屈一下，将就着点可以吗？没事，那你要早点回来啊，奶奶怕一个人。我会的。钱猴子走出了奶奶的卧室，同时去厨房忙活，为明天的一些吃食提前做准备。今天是爱丽丝的生日，因此他俩都向学校请了假。小黑，看来今天你要饿肚子了。最终萧晓将视线投向了大厅一角的鱼缸。就在爱丽丝生日当天，哈特便来接她出去玩耍。他是卡尔森的弟弟，哈特和老爷子的关系不算多好，但却和侄女爱丽丝的关系不错。因此当自己和爱丽丝打算出门逛街时，贝拉很想一起，但爱丽丝又不太愿意让贝拉一起的时候，哈特特意站出来为贝拉说了2句软话。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，爱丽丝才非常不情愿的让贝拉和自己一起出门。出门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家很有名的昂贵服装店，可就在他们身后的某处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瘦高个已经盯上了他们。真快啊，谁能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呢？钱猴子来到街边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，在这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，17年后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。待会在人少的地方到手，切记，我们只要抓住委托人和他女儿就好。另外，下手的时候注意点，不要弄伤了委托人。喂，不好了，老大，咱们让人给截胡了。仙草是白猫的实习生，一位特殊的草本妖怪，是个做事很卖力的新人。他没有性别，声音比较柔和。哈？怎么回事？有帮蒙着面的劫匪将委托人他们强行带走了，那个领头的好像是钱猴子。钱猴子？对方应该是为了钱，不会杀人。你想办法跟上他们，找到对方的位置后再给我们报点。明白，那你们快点来啊，他们好像往西城外的郊区走了。知道了。挂掉电话以后，千彩来到了某个胡同。毫无疑问，劫匪恐怕一开始就没收了人质的手机。一行人在出城以后，便收到了千草的短信，地点为西城外的一个废弃仓库。木鱼，加速。喂，要死，老大，我被一个臭道士给缠上了。喂，千草，真是的，千草和某个道士干上了，还快点，
否则咱们连收尸都赶不上。道士，木鱼一踩油门，速度快到飞起。千草那货的战斗力基本等于常人，遇上道士的话，估摸着凶多吉少啊！祝他好运吧。另一边，贝拉、爱丽丝以及哈特正被五花大绑的关在仓库的，而钱猴子在刚才已经和斯特家的老爷子通了电话，他的原话就是：不许报警，还有下午3点之前，要是凑不齐钱，手头的3个人质都得完蛋。隔了差不多15分钟，钱猴子打算打个电话过去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。什么情况？真烦人！你们3个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你干什么？老子只是玩玩而已，又不把他给杀了。反正2个女人呢。你哪来的胆子和我这样说话？有什么大不了嘛？反正你再哭，我让你和他一样。猴哥，你又杀人了！这家伙好歹是自己人，你把他给杀了，让弟兄们怎么想？是啊，猴哥，这人可是我亲弟弟，你不由分说把他给宰了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这就是你带来的野猪，老子让你找人，你就给我找这种货色。你别管他是什么货色，问题是他是我弟弟，你把他打死了，这怎么办？这头猪的那份钱倒是你们平分，行了吧？猴哥霸气！不对呀，猴哥，凭什么我弟的钱要分给他们？过来啊，狗子！谁不知这肥猪是你新认识的狐朋狗友？你再这么闹小心，猴哥以后不饶你了。我这不是开个玩笑，缓解一下气氛吗？猴哥，你看我刚才的演技还行不？要不是咱俩认识有段时间，我忍你想疯了你。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发现什么了吗？没见着什么人，就是在外面看到一个猎拍的土坑。土坑，把人看好，别再弄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你们2个带我去土坑那边看看。说罢，便在2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仓库。你们刚才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眼花了吧。妖孽哪里逃？哈哈哈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原来是和儿等狼狈为奸，今日老道非得替天行道，将你们这帮社会败类一网打尽，好为这个世界。哎呀，老子的手！追，别留活口！神经病！求求你不要伤害我，钱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。你想干嘛？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，在这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。其中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，17年后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头。你是谁？我是他妈妈。妈妈？后妈也真亏你能委屈自己嫁给那么个老肥猪。我爸他才不。你爸怎么了？你可能不知道吧，小妹妹，那头猪和那老板背地合伙修了一栋非法烂尾楼，然后老板跑了，导致很多被骗并且付了钱的普通百姓纷纷破产。这新闻1年前不是播过吗？当时那么多人被逼到跳楼，你了解吗？不可能，我爸不是那样的人。所以我才讨厌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富二代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，祸不及妻儿，当然是指这句话的前提条件，你也喝了不少你爸吸的人血，所以如果我现在把你给崩了，是否也算是替天行道呢？别这样，这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还有，你不是要钱吗？如果你杀了他，还怎么弄钱？怎么弄钱？不是还有旁边这位大哥吗？他可是斯特老爷子现在唯一的儿子，您只是个外人，所以是死是活我倒不是特别介意。我劝你别这么做，要知道老头子可是个态度非常强硬的人，你要敢伤害爱丽丝，天知道他会不会气急做出什么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冷静。冷静？我一向很冷静，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很想玩一个游戏。狗子，干嘛呢，猴哥？你去弄盆水来，把这废物弄醒。嗨，我当什么呢？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你看，这不就醒了吗？现在宣布游戏规则，我想杀了这女孩，但你们可以救她，前提是有人愿意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。现在里面有5发子弹，换言之，至少有1/6的生还几率。哈特先生，您要试试吗？啊不，我不要。不拿枪的话，你可爱的侄女可是会死的哦。
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您呢，夫人？您要是也不愿意的话，您这并非亲生的可爱女儿，可就没了。那你得先给我松绑，不然我拿不了枪。放我们走。我给你3秒的考虑时间，游戏照常进行。3，我真的会开枪的，你不要逼我。你会死的。1。他笑得有些抽搐，同时一副饶有兴趣的兴趣朝着门外走去。对不起，爱丽丝，我真没用。没事吧，哈特？谢谢嫂子。没事的，爱丽丝，我们肯定能出去的。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这种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也不知萧晓那边到底怎么样了。去。怎么了，猴哥？我觉得存在太过可疑。钱猴子本能的察觉到这不是自己能对抗的敌人。曹，该死，真是该死！钱猴子逃走了，但也仅是他一人逃走罢了。至于其他的同伙，则是全军覆没。当然，钱猴子并不关心那些家伙的死活。那提案到底什么玩意儿？您的速度可真快啊，老爷子！少废话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到哪交易？这人正是斯特家族的当权者，也就是爱丽丝的爷爷。抱歉啊，老爷子，现在规则改了，您得先交钱，然后我们再放人。什么？不是说好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吗？您要是不愿意合作，我也不勉强，就是不知道您这身体是否还能再要个孩子。别这样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让人在半小时内把钱送到一个指定地点，我会让我的人去取。等钱到手之后，我们自然就会放人。当然，您最好别和我耍心机，我只要1000万已经够留情了。您要是敢报警玩我的话，我保证你的人一个都活不了。当然，您也可以自信地将我派去取钱的那人抓住，以此来威胁我。只是老爷子，您觉得我像是在乎他人死活的大善人吗？不用你提醒我，说个地址吧。地址是……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面。北城外的一块荒地，斯特老爷子的人把钱放在目标地后，撤离到暗处。随后，一辆面包车出现，一个戴着头套的瘦子下车将那堆钱包上头，然后面包车开走。虽说和计划有些出入，但没想到结局却比一开始还要好。将钱分给别人的快感，又怎么可能比得上贪婪的独吞呢？钱猴子已经看到了下一个计划的大致轮廓。另一边，仓库里的劫匪已经全部提取。看来这3人是被绑来的人质，好像疑似妖气。老道士很有自信，毕竟他先前已经和那草妖交手过一次。对于那小妖的实力，老道士心知肚明。救命！道长救我！没想到在这偏远之地竟有此等妖物，若是在早些年遇到，恐怕我也不是其对手。不过现在，道长救我！道长救我啊！孩子别怕，你今日既然运气好遇到了老道，那么老道自会护你安全。谢谢道长。孩子，你是在哪遇见这怪物的？他为何偏偏盯上了你？孩子，你为什么？抱歉，这是你是鬼修？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年了，这世上竟还有鬼修？不可能！哟呵，还都是挺高级的符纸，有啥用啊？我也不是修道者，算了，带回去给兽医研究一下，说不准可以改造成效果不错的黑色妖符。原来是这货，你认识他？算是吧。在2人聊天的同时，剩下的3个戴着头套的实习生小妖也凑了过来。前段时间白姐介绍了一个新人，那新人是我老家的，所以白姐让我接待一下。可我一直没等到他来，后来我去情报局找花蜘蛛问了一下，花蜘蛛说那新人已经死了，被一个道士给宰了，还给了我那道士的照片。照片上是这老道？那可不，这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后来呢？哪还有什么后来，直接不了了之了。毕竟没人会为了一个连实习生都算不上的新人出头，更别说都没人认识那新人了。没和白姐说吗？说了，结果白姐却说废物一个，死了就死了。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。这样啊。萧晓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直接跳过这个话题，径直走向了仓库。先去看看千草吧，希望那孩子还活着。一行人跟在后面，
快步跟上。委托人他们在这里。千草呢？还活着。老大，我好怕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那个老家伙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你声音小点，别被委托人听到。在此过程中，身后的木鱼和其他3个小妖都是一脸鄙夷的看着他表演。大姐啊，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啊！平时除了抽烟、喝酒、打架、撒泼，就没有他没做过的。只不过这一面从未在老大面前展示罢了。哟，都受这么重的伤了，还费这么大力气维持人形，换我早就恢复本体，好好休息了。看来曹姐受的伤也不是很重啊。看来千草受了很重的伤。木鱼，你过来给治疗一下。木鱼给他简单治疗了一下，随后对方回了面包车的后座躺下休息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不是吧，还来？你们3个，只要其中一个跟我走，剩下的2个可以滚蛋了。所以你们打算谁站出来呢？这不是我和先生之前对过的剧本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跟你们走。你胆子真肥啊！不过我并不讨厌。生日快乐，爱丽丝。尽管他很讨厌这个后妈，贝拉的这句话让爱丽丝的心颤了一下，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知为何却隐隐有了些愧疚的成分。还滚不滚了？再不滚，老子可要动手了！哎，滚滚滚，我们马上滚！走了，爱丽丝，别乱发脾气了。救命！救命！大哥，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去城里？当然可以了，车费40。我和你一样。没钱的话，拿你这衣服的也行，我看挺不错的，洗洗就能穿，裤子就算了，一股骚味。叔叔，你能不能把手机借我打个电话？啊，爷爷。谢天谢地，我的乖孙女，你总算没事了。我没事了，爷爷。我和哈特叔叔遇见一个好心的司机，他正把我们送回城里呢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但是爷爷，贝拉被他们扣下了。什么？老子钱都给了，他们怎么能出尔反尔搞这一出呢？算了，你没事就好。至于贝拉，我现在就联系警察，这事交给警察处理比较好。爷爷，我不希望贝拉有事。什么？我说我不希望贝拉有事，我希望她能安全回来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类。萧晓先生，是你吗？都这样了，您还能认出来？贝拉小姐的眼力比我想的可好得多，辛苦了，请坐。谢谢。毕竟我可是很认真的记住了萧晓先生的剧本。只可惜中间出了点岔子。谁能想到绑架这事都能被人截胡呢？我原本还有很多计划的，但想到你们被钱猴子绑架，估摸着已经吓得不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是计划照常进行，说不准还会给爱丽丝和哈特先生带来精神方面的心理疾病，所以也只好速战速决，直入主题。对了，您和爱丽丝他们有没有受伤？还好，不过就如萧晓先生所说的那样，那个钱猴子真是把我们吓坏了，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完了呢。是怪我考虑不周。没有，请别自责萧晓先生，这不是您的错。那个打扰2位的雅兴，真是抱歉。不过我这边查到一点东西。什么？那边有几堆黑炭，我看了一下，是刚被烧掉的火人尸体，估摸着是钱猴子的人。先前那臭道士不是会用火吗？估摸着就是那臭道士干的好事。发现钱猴子的尸体了吗？都烧成渣了，哪还看得出来？不过先前我们来的时候，不是刚好有辆面包车和我们擦肩而过吗？那车又恰巧是从仓库这边的方向开来的，说不准钱猴子就在里面。目标已经上车，对方和斯特老爷子通了个电话。从对方的话里来看，老爷子已经给了钱，并且打算报警。是的，短信正是那个拉原木的货车司机发来的，而他打一开始就是萧晓安排的妖。什么？老袁发来的短信说人已经上车了，爱丽丝和斯特老爷子打了个电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赎金已经给了，现在已经报警。那我们时间不多了啊，好在还来得及。贝拉小姐，钱猴子向你们敲诈了多少钱？1000万吧。至少当时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时是1000万。这样啊，倒也不是太多，估摸着是不想夜长梦多。您回去以后就当我们和钱猴子是一伙的。而我们之所以放爱丽丝和哈特先生走，则是因为老爷子已经支付了1000万的酬金。总之，那之后无论谁向你打听此事，你一定都得这样解释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呢？要是他们问为什么还留了一个人，要怎么解释？这个简单，你直说不知道就行。反正钱猴子的犯罪逻辑本就有些古怪，我想他无论做出什么举动，外界都不会奇怪。而您要做的，就是彻底扮演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无助受害者形象。
我知道，我会努力的。那么接下来时间不早了，咱快些开始吧。好的。萧小说着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符，直接贴在贝拉的头上。这道符有压制痛觉和止血的效果，您只要在警察和救护车赶来的那一刻撕掉就好。我明白。在此过程中，木鱼和其余的3个小妖则是坐在不远处静静的看着。差不多了。您的脸色有些不对劲，是感觉到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头一次体验这种事情，所以难免有些忐忑。这样啊，没事的，我下手有轻重，不会出事的。我相信先生。但直到聊完了，警察却还没有来。最近警察的效率真是越来越慢了。这是一个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事务所，在这里，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他们便能完成你提出的任何任务。其中，一群妖怪竟然养大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婴。17年后，萧晓已然成长为事务所的核心骨干，并且也成了这帮妖魔鬼怪的绝对头皮。就在几人又闲扯了那么10几分钟之后，耳边隐约能听到警车的警笛声。撤吧，请您小心。一行人很快上了面包车，然后早早贴安正规划，扬长而去。这女人真是可怜，到底受了什么非人的折磨？贝拉，医生，她怎么样了？她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但现在需要紧急救治，请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好的。没事的，小姐，夫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老大，那女人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哪个女人？老大，你就别装了，那女人喜欢你，我都能看出来。委托人，这是新的冷笑话吗？就她看你那眼神，要是不喜欢那才有鬼了。其实吧，我觉得那女人也挺漂亮的，30出头，正值风韵犹存之年，而且身材也好。要知道人妻可是很有市场的，要不你俩……你这种话题聊这么欢，不怕你老婆知道吗？老大，你不会告我的状吧？没准。哎，别，我这不是提醒你，看你把白猫的规矩忘了吗？你都是我带出来的，还敢反过来考我？那不一样，毕竟我可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不过老大，咱白猫在这方面的规矩，你该不会忘记了吧？无聊，白猫法则21条，除先前有配偶的除外，所有骨干不得与外人有感情之实。就这事，我还能忘？老大，我有个问题可以问你吗？说。您到底是忠于白猫，还是忠于老板？老板不就是白猫吗？可某些资深骨干可不这么认为。当然，我只是个新人，还没有被卷入这场斗争中。白猫是老板的白猫，白猫的法就是老板的法。是我明白。我操！不是说今晚梅雨吗？也不知今天这河到底抽了什么风，竟是一条鱼没种。他叫红衣，是个有些特殊的吸血鬼，同时也是白猫的幕后老板。他娘的水把老子电瓶给偷了！嘿嘿，咋了，哥们？需要帮忙吗？爱你。我操！强盗，还老子的车！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狗日的电瓶呢？车子没电了，刚好停在森林古墓的正门，无奈只能下车。好在此时距离家门也没有多远。这孩子有问题啊！这有点很诡异，明明从气味判断是个很普通的人类男婴，却给人一种特别不真实，以至于心里发寒的错觉。还有，为什么要用黑布包着呢？而且这布还这般粗糙，这符貌似是驱鬼用的。缴获，这孩子8成是被亲生父母给扔了。哎，可能是孩子的父母过于迷信吧。当一个不会哭泣、表情麻木的婴儿降生之后，便将其当成了鬼怪，以至于最后直接驱魔弃婴。你知道吗？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红衣决定收养这个孩子，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，朝着白猫的方向赶。在此过程中，那黑猫就仿佛不放心那般，紧紧地跟在身后。差点忘了，还有你，干脆以后就叫你小黑好了。